您现在所看到的是一场维吾尔族的婚礼，由于音响故障，新郎新娘跳了一曲无声的华尔兹，无比浪漫。但我又没办法感动，因为新娘是我前女友。如果5年前你问我维族和汉族能通婚吗？我一定回答 No。 我和我的维族前女友分手就是因为民族问题。但是现在5年后的新疆，用我新疆朋友的话说啊，维吾尔族和汉族是通婚暴增。本来啊我是不信的，但刚到新疆就刷到了维吾尔族女孩和汉族男孩的婚礼。刚发了个我来新疆的朋友圈，就有朋友跟我显摆维吾尔族女友。我认识的维族小妹妹皮皮虾，她表姐啊就嫁给了汉族，她哥哥的前女友也是汉族，她打工时的四川女老板也是为了维族前男友来的刹车。虽说通婚暴增的说法有点夸张，但是现在维族汉族通婚真是越来越多了。这5年间，维族汉族为什么通婚暴增了呢？现在新疆年轻人又是怎样的婚恋观？这是一个很私密但我又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而在这次南疆之行中，我找到了答案。这会是一期很特殊的 field study， 我想以婚恋为线索来呈现这20多年间新疆的思想巨变。这一次阿冉西域记，我来到了最西域的喀什地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新疆。大家好，我是阿冉，我现在是在新疆喀什地区的刹车。充满了时代感。奶奶穿的特别好看。没考上喀大，但考上了面筋。这说的日语呢？烤包子，烤包子多少钱一个？2块钱一个。2块钱一个。哦，我拿2个。啊，这是刹车的鸽子，没有一个鸽子逃得过喀什，你千万别去喀什。来新疆之前，会以为维族汉族以前不通婚是因为宗教。来新疆之后才明白，所谓的宗教婚姻隔离并不存在。2020年，我在新疆伊宁旅居半年，我所接触的维吾尔族、塔吉克族、哈萨克族的年轻人都很开放，喝大酒也很平常。这边喝酒，看看风景，看看风景啊！对，甚至当时伊宁还有不少同性恋人。妈呀！如果你看过我上一期节目，那么应该知道，现在的新疆年轻人啊，已经不信伊斯兰教了。那么为什么之前维族、汉族很少通婚呢？因为有一个东西挡住了维汉男女的爱情，不是宗教，而是部落意识。这是一个锁女的幽灵。在新中国成立前1000多年里啊，维族社会奉行着突厥部落习惯法。所谓突厥部落习惯法，也叫族法、游牧法典。这个部落法当头有2条，第一条，底层部落民是牛马。部落的伯克老爷有权征用底层牧民的牲畜，部落间打仗也是底层当炮灰，底层牧民向贵族借贷，年息高达100%。可想而知，在这样的部落法之下，维族底层过得有多惨。在和田博物馆有一个我们都听过的故事，和田的库尔班大叔要骑着毛驴去北京见毛主席，因为新中国让他翻了身当家做主。毛主席的雕像，这边是毛主席，然后对面就是为人民服务，有2个大大的字北京原件。我们现在仍然可以从解放前的新疆老照片中看到当时社会底层的苦。由于见过旧社会有多黑暗，今天50后、60后的维族人仍是感恩新中国。在刹车，我见到了66年坐火车去北京受毛主席接见的维族老党员。66年
66年。哦，您是代表是吗？哦，这北京区的天安门广场。哦，好厉害。哦，您真的看到毛主席了？直到今天啊，他每天还把党徽配在胸前。正卷烟的维族大叔听我从北京来，眼里一下亮了。哦，烟，卷的烟啊，不会是汉语啊。这个叫什么？维语叫什么？维语叫什么？无骨不会烟啊哈，不会烟，对，不会烟啊，就是汉语啊，不喝烟。啊，是不是啊？对啊，学维语。哪个地方回来你的？啊，您说什么？就回来吗？上海的回来吗？你的？啊，我是北京来的。北京的吗？啊，北京来的。啊，北京回来吗？对，北京飞过来的。学雷锋25年的维族奶奶阿曼古丽反复地说：“我们不能走回头路。”现在嘛，我们最好不要走回头路。是，最好走前进的路。是，我们走回头路，掉到坑里面，谁拉我们呢？对，我们的生活怎么办呢？对，买上一点东西，我们也要过日子。是，做一点买卖，不管是10块、5块都要吗？能吃就行了。阿曼古丽奶奶口中的回头路就是部落法。而部落法的第2条，女人是部落资产。今天的维吾尔族女孩可以在文化宫里挥洒想象力，这小孩画的画，画的还蛮好的，可以参观博物馆学知识。刚好有小学来参观。新中国成立7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新疆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可以帮爸妈看店，我能拍一下吗？还可以 拉羊。但是在解放前，他们就是牛羊，是部落的私产。部落打仗，女人是战利品；部落扩张，女人是生育机器。部落习惯法还允许勒维拉特，也就是收继婚。我们说白了，丈夫死了，他的兄弟或者儿子可以继承自己的老婆。不嫁行吗？不嫁不行，因为女人是部落的财产。在我的阿勒泰里就有这样一段剧情，巴泰的哥哥去世了，他爸想把他的嫂子嫁给他。장락등 이에셋을 무락보고 디시디드. бірақ марқұм қайтып кетті. Артында қалған әйелі мен 2 баласы бар. төкен 2 баламенен күн көру өте қиын. Дәстүр бойынша Батай жеңгесіне әмеңгерлік етеді. болмайды. төкен 2 баламенен басқаның етегінде кетсін бе? 这就是部落习惯法。所以我们会看到王昭君在丈夫呼韩邪单于死后，又嫁给了他的继子呼韩邪单于的儿子付诸累若低单于。部落意识把本族女性锁在族内，以至于同是突厥语族的土库曼斯坦今天还有一条专门的法律：土库曼女性嫁给外国人要交5000到1万美元的外嫁税。罚钱是吧？但如今那已是过去。今天00后、05后的新疆女孩们彻底的撕下了那条无形的部落头巾。下面是我的一段特殊的采访，大家可以通过这段采访零距离的认识现在的新疆05后女孩。我们在做美甲这做美甲自己做啊，真棒。在从沙车去喀什的火车上，我认识了维族小妹妹皮皮虾。已经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的坐过绿皮车了。当时啊，她正在 N 刷《甄嬛传》，刚好我可以在 Hello 之后的妹妹在看《甄嬛传》，所以我刚好可以听《甄嬛传》。到喀什之后啊，我去了她的学校——喀什技师学院。来到了这个喀什技师学院，在这边等这个皮皮虾，但是这个烟尘土很重。我的美丽副班长。
这个人满世界跑。是啊，到了吗？我这位，没有，这是我的工作。你们可能想不到，我的工作就是满世界跑。我和她还有她的闺蜜在校园里一起散步，也聊起了他们的未来与爱情。啊，脸看不清楚，脸糊糊的。是吗？我们的看不清呢。你近不近视？近视。好了，啊，很好。啊，他肯定以为我是老师。像数学老师。数学老师啊，数学老师有什么区别？数学老师、语文老师有什么区别？语文老师就长得有点温婉，然后数学老师就有点硬气。我不温婉吗？我还一直以为我温婉呢。有一点温婉。我5年前来过一次。5年前啊，5年前，5年前你们还在玩泥巴。对，我还在玩泥巴。你还在玩泥巴，但是我不代表我在玩泥巴呀。我俩明年就自由了，因为18岁了。我不想这么早就踏入社会耶。社会太险恶了。那皮亚姆呢？不对，那你去干嘛？干嘛去？干嘛嫁人去？谁要结婚？我要赚钱。那你赚钱怎么赚钱呢？我要赚很多钱。你得有脑子呀，他妈的！我有没有脑子？你怎么赚钱？现在我可以买脑子装上。学校说会给他们安排工作，会给我们安排那个景区的那个导员。那也挣不到钱啊。比打工好吧？这里面有一个博物馆来着。哎，你们学校还博物馆啊？好像有一个来着。他们学校里面的博物馆，哎，还蛮全面的。八千乡女上天山。第一次来新疆的时候就是去吐鲁番，那时候我跟你们一边的。多热啊！啊，那时候特别热，40度。然后下车那个夏天会特别热啊，热死人了都。复兴号，现在真的是发展的太快了，快的有点离谱了。前天这边有人打群架，然后我就阻止住了，给他们拍照发群。打群架。啊，炒面、拌面、炒饭、炒粉。看一下这个特色的鸡腿包馕。啊，这边就是他们的小吃摊儿。我们那个每次都比赛，然后每次做的菜我也不知道去哪了，他们自己吃还剩着，但我非常想吃。啊，他这是8大赛季都有啊。对呀。哇。那他这不是也要做猪肉了吗？我昨天还吃到了哦。是啥？猪肉，我不知道那个是猪肉啊。我不知道，然后我就直接吃了。这不是穆斯林吃的，但是我们吃的不饭，不吃了。照镜子啊，女人果然是女人。我宿舍里有女生，对，女生。我小年纪就一把年纪了，你看我俩，出了学校就白白的，进了学校就黄黄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小年纪就一把年纪的皮皮虾，在学校专门负责抓早恋。后期队也要当监控啊，学校的监控坏了。监控早恋不行是吗？早恋不允许。不行，不允许，我们是好学生。上哪个学校早恋能行？不行啊，早恋不行。然后我们后期队的负责这个事儿，因为要当监控。啊，那你被你拆散了多少了？不知道。拆散了很多。现在我们班有2、3个谈恋爱，然后我们刚才就因为这个事情被去谈话了。啊，对。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我们隔壁班有病的一个男生，他说前天有2个女生过来要我微信，然后2个女生要你微信。对，然后我给了，没想到他给了一个男生。然后呢？然后那个男生加我了，说喜欢我。然后呢？接着呢？然后我说我不喜欢你，我现在不谈。啊。然后他就发作品了，内涵我，就说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什么什么的。这个男生是不是喜欢你啊？我不知道啊。我和他关系不熟。皮皮虾说他要找一个《甄嬛传》里果郡王那样的男朋友。我说果郡王是渣男。我们那个楼道还有一个老封建。这他妈短裤也不能穿，啥都不能干。不是，等一下，能穿是我们自由吧？短裤没有讲究。到这儿。这也不算太短啊。到这儿也还行，还可以吧。家里人都没说什么，轮不到他。
说，啊然后他说没有妈妈怎么家教教你的？啊，没有家教，哎呦，就怕这种道德绑架。对不起，你以后怎么嫁人啊？天，我说我不结婚，我要挣很多很多钱，不考虑结婚。他说你妈妈生你下来是什么？哎呦干什么的啊？这也太封建了。不结婚不生孩子，你这辈子还想干嘛啊？男朋友同居也不行。对，跟他说的未来的那个理想型，说以后要是谈恋爱了可能会同居什么的，说长大后，他说你要是个人就不会这样干。我天哪，太封建了。我跟我妈要生活费，她说好的，一会儿给你。你生活费多少？嗯，你生活费多少？我妈每次给我100，然后我花没了就跟她要。100用多久啊？4天吧。对啊，100也就4天。对。1个月就是500。对，500块钱。那是不是太少了？不少啊，这个学校物价挺低的啊。啊。那零食也挺便宜的，饭也挺便宜的。然后100就刚刚好。我们还能管得住水。对。有些东西在外面卖1块，这边卖2块，管不住这个。嗯。好的，好呢。快去吃饭吧，别饿着了。好，拜拜拜拜。嗯，拜拜拜拜。这是一次很特殊的聊天，不再戴头巾的新疆女孩向往自由的爱情和光明的未来。这些新一代的新疆人也在更新新疆。哟，挺厉害的。现在看好吗？快点！自己学的。对的。哦，厉害。这边有一个人生康复中心。人生康复中心是做什么的？是什么？这个村子是不是已经全部搬迁走了？这个村子搬迁了吗？哦，就只有您这一户了。这个特别的逗，然后他想写成是创始人，结果写成是创代人。OK， 现在是在新疆喀什地区的刹车。如果你在网上搜索刹车，那么你一定会看到这样一个说法：刹车是20年前的喀什。这里是20年前的喀什，透着一种浓浓的时代感。刹车有着一种极其特殊的质感，那就是旧。大多数游客会流连于这种旧，比如去新团结茶叶店，在维吾尔族爷爷中间喝茶，老式的茶壶把墙熏得焦黑，可以看到这个墙壁已经被熏得都发黑了。一个老电视放着维吾尔语版的关云长，连张麻子也说着维语。现在就是在新团结茶叶店，非常像老舍写的茶馆，但是是维吾尔版的，非常非常老的电风扇，整个店就是笼罩在一种烟雾中间。这墙上还有很多的画什么的，大家在这边吃吃喝喝的，挺有意思的。茶馆老板是一个三国迷，但他却听不懂汉语。尽管茶馆里还贴着公共场合请讲国通语，老茶馆的价格便宜的惊人，1块钱一壶的茶，1块一个的煮鸡蛋，1块一个的馕。馕就在隔壁的馕店批发，而馕店的名字也非常有趣，叫做欲望营养馕店。能进去拍吗？老馕坑，这都一坑一坑，热不热啊？这样？热啊，就一天都在这儿吗？一天都在这里？对对。哦，能卖多少呀？250个。那一锅就出来得几十个了吧？一个用。一个250个，一件的1500。哦，就是一次能出来250。对对对，一次250。哦，1500个。今天是6次，一件。哦，6次。那1500个能卖完吗？一天？对。哦，那是很火，对吧？哦，这上面还是那种老式的那种，通风的。哦，那个扇子是你热的时候扇的，还是给他扇的？就给馕坑扇，对吗？对对对。哦，看看这美不美？这边是运柴火、聊天。再比如刹车的旧物巴扎，大爷一边睡觉一边卖货。这工作好，这工作每天就在那边晒太阳，然后卖东西就好了。
这些东西卖，但是后面不认识了。各种比我还老的旧货仍在贩卖。这是练功钞，不是真的人民币。这老的电器啊什么的，现在也在这边可以卖。这还有一个是这样的袁大头啊，好像是戴着博士帽还是戴着冠冕，老袁大头。那啊，这个葫芦也很有年代感哦。这个葫芦好像，这葫芦很有趣，上面镶着各种各样的塑料水晶，老茶壶啊。啊什么？哦，牛奶哦，烧的牛奶。啊，这是茶。啊，橡皮茶。还有悠闲刮脸的维族老人。哦，刮脸。游客们总是把本地人的生活当成景观化的旧来欣赏，但是鲜有人注意到还有另外一种旧。哦，那边有一个老城，很老很老，看看去。在刹车老城中心有一个正在被拆迁的弃城。以前住过谁呢？绝大多数游客都不会到这儿，但我却一头钻了进去。那村子已经没有人了，但是你仍能够找到一些历史的印记，比如说上面这个只有中国才会有的生育计划完成户，然后颁发给的是刹车县计划生育委员会。那曾经的光荣都已经不在了，现在也已经不做计划生育了。历史的印记就是旁边的这个急需现金买房。现在还会有人急需现金买房吗？就这是一个完全已经废弃了的一个小村，然后这都是危房，所有的都已经成了危房，但是每一家每一户又都尤其他的房门非常非常的好看，可以想到以前也是努力的在过自己的生活。哇，你走在这里边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奇妙，但它有一种很独特的美，有种雾霭美学，给大家看看。就一个非常好看的门，然后里面葡萄架还在，这都是文明家庭、平安家庭啊！我挺希望路上能够碰到谁。那这个村子就是完全的遗弃了。后面有人。哦，这边有钉子户，但是能不能真的有人啊？诶，哦，你好，您住在这里啊？啊？您住在这儿吗？啊？哦，这个村子是不是已经全部搬迁走了？啊？这个村子搬迁了吗？啊？哦，就只有您这一户了。对。哦，怎么能过去啊？怎么能去那个寺啊？啊？那个清真寺怎么去？这边能过去吗？哦，只能在。哦。但那这边还有水电的吗？啊？有水有电吗？有。啊，还能生活。哦。不太愿意说。但这边还能生活，也就是说政府并没有断他们的水和电，我觉得还蛮人道的。写了一个无字，就是一切都没了，就是一切在这儿的记忆都没有了。可能每个中国人，我们这一代都会经历一次现代化的洪流，把你过去的一切都给冲刷掉。那以前在这住的朋友，能从这些遗迹中间想到什么吗？找到自己童年的记忆吗？这是什么？我就不认识了。这是什么呢？完全是微语。哇，这个真的特别有意思，给大家看一下。有一个，我猜他走的时候还有很多不甘心，他全部都写在了他家的墙上，写了2个字：渣女，还写错了。大概是哪个维族男青年，然后被劈腿了，然后留下了这2行字，然后走了。这以前应该是一幅什么画？这上面还有一个门栓，还能记录着这是刹车县的低保户。但也是个文明家庭，所以文明并不会通过你有多少钱来判定的，对吧？低保户也可以是文明家庭。哇，说实在的，我觉得这楼建的都还蛮好的呢。就大家在搬走的时候的这些印记啊，都特别的有趣。就像我后面这个地方，他写的，走的时候写的是“你好，我先回去了”，然后他就走了。也许哪天他会再回来。看看自己曾经的家，就是像东部地区一样，再走一遍这
发展的路程，工业化、城市化，然后大家都纷纷拆迁住到楼房，这还留着名字哦，这里面好像还真的神级的锁，写了不个拆，但是里边真的好好看啊！你能想到当时他们对于新生活的那种憧憬啊，并不是我们这些外地人到这来看之后觉得会有点伤感啊，说离开了这个那么有古意的中心的地带，但其实可能对于他们自己是充满了新生活的希望的，就像这个墙上画的这样，很开心的离开。走了。我感觉啊，喀什古城应该也经历过一次这样的拆迁。果然破案了，要改造成这个古客栈巷。人们在迁离旧居时，并不是悲伤的，而是充满了希望。这也让我意识到，没有人想活在过去，当别人的景观。我们在把老维族人的生活当成一种人文景观，但是老城之外还有维吾尔族的心，这种心超出我们的想象。那看这个西瓜还挺正常的，然后希望余生被你牵挂，十分喜欢留在身边。现在到处都是这些谐音梗啊，这个能进去吗？那里不能进。哦，不能进去啊？因为这个这边。哦，好啊，什么？解放军。解放军？对。我不是，你想当解放军吗？对。哦，你长大梦想当解放军？对。哦，想去哪儿当兵？去新疆还是到北京？北京。啊，想到北京当解放军？对。哦，真棒。哪一天你是解放军？哦，你家在天安门？我家在北京。北京天安门？啊，天安门，对。对。你想去？对。啊，等你长大了就能去了。可以给我买一瓶水吗？啊，给你什么？买别墅？买一瓶水。买杯水，你等我一下，我待会儿先去那个讲经台，我待会儿回来。好。啊，这是一个小学校，这边现在有学习房了，小学生画的永远跟党走，开进新时代。你好，来一起。哦。老板，你说一下那个16是卖，然后我这个同学要卖。哎，不是，那里有一个那个乒乓球的那个球那边。乒乓球那边是吗？对，是。打出去了。对，不小心我们。啊，行，我去帮你们找一下是吗？就昨天那里就有弄出去了2次。就在那边是吧？对。好，我去。几个小学生把乒乓球打出来了，然后让我来帮他找一下。哎，你看，这一找一个准，找到了。这就是他们要的乒乓球。OK， 给我。哎，一样的吧？谢谢。没事，拜拜。再见。你给那个16那个说一下几块钱一个，他要买，他要9块。啊，他要买16是吧？对，几块钱一个16多少钱？我去帮你们问一下。16多少钱一个？一个多少钱？5块。啊，这是5块。13块。啊，这13块。一个5块。啊，对，不买了。啊，好。啊，再见。切糕这怎么卖？是切糕吗？这个哟，还有蜜蜂奶。哦，这个多少钱一个？哦，2块钱。2块。这葡萄干吗？哦，葡萄干。这2块钱是吧？拿一个这个吧。刹车有本土的外卖 app， 也是新疆本土的品牌了，每次来新疆李小琴代言的，好多平台我都没听过，来喽！戴上帽子出发。也有本地特色的医美，哇，这很火的样子。男女康复中心，好多这种医美啊，有各式各样有梗的广告。感触理发店，这个特别的逗，然后他想写成是创始人，结果写成是创代人。看看这个古明西克是卖什么？啊，卖的好像是坚果。这个品牌是全新疆都有吗？还是就在这里有？都知道。啊，你听不懂啊？谢谢。黑肉火士，再见是黑肉火士对吧？啊，黑肉火士。还有维族的身心灵，
刹车特别的人生康复中心。OK， 这边有一个人生康复中心，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去看一看。能拍张照吗？来给你拍一张。人生康复中心是做什么的？是什么？人生康复是在上课吗？是在上课吗？上课吗？是在上课吗？上课对。哦，讲什么？教什么？教什么？村长。开会是吗？开会。好的，有意思。当新的刹车刷新老的刹车，陈旧的意识也被现代化的洪流冲刷去，婚姻不再有极端民族主义对女性的物化，而回归了最纯然的语言——爱情。人们忘记了维吾尔族多浪漫的民族啊！1514年，察合台后裔萨义德汗建立了伊尔羌汗国，定都于莎车。之后的2个世纪里，莎车成了维吾尔族古典文化的具象。什尔木卡姆在这里诞生。阿克清真寺悠悠地站在古城中，在我身后就是这个阿克清真寺，非常老，但是又很好看，这些花纹都没有经过修复，非常的斑驳。哇，这真的是一个特别老的寺。阿曼尼沙汗王后在这里吟唱。在古老的维吾尔族诗歌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吟咏爱情的诗句。我最喜欢的是这句：我的心像一个红色苹果，已被爱情烧得坑坑窝窝。还有这一句：啊，美人，我一见你，心儿就不再平静，你在我心中放了火，使我日夜不得安宁。再比如这一句：我的右边已像团火，我的左边仍唱情歌。火焰红色是维吾尔族形容爱情最常用的意象。大家看这个土墙上面写的呢，是我好想爱，我想女孩子，然后应该是一个小孩写的，有后面很多错别字。小年纪就已经在寻找爱情了，但是年纪大的朋友们，大朋友们已经不寻找爱情了。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民族性里就有浪漫，甚至于在维吾尔族文化中，连死亡也是浪漫的。在莎车，我误入了一个维吾尔族的墓地，就在亡灵后面。如果您觉得坟墓有点晦气的话，那么您也可以把这一段跳过去。一个好古老的一个圣灵麻扎，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去看看。哇，这上面结的是某种不知名的植物，哇，充满了死亡的气息。这里面是什么？进去看看，有种探险的感觉。哇，还真能进去！我的天，就像个洞窟一样。我操！距今300多年的古墓里面，这个地方叫做霍伊德麻扎，就是你要从外面看的话，就像个清真寺，但是非常古老，非常古老，就里面都是斑驳的，然后有烧过的痕迹，也没有什么修缮。露天的，每次下雨的时候啊，那个水啊就会从上面流下来，就留下一道道纹理，就像上面形成了像水流一样的很自然的画，未经任何雕琢的自然流动的时间流动的痕迹，然后烙在这个墙壁上，这个土质的墙壁上，非常的美。这个景点呢，其实没有多少人来，它就很像是那种莫高窟的那种石窟的感觉啊，但是你进来之后还真是别有洞天。周围呢其实也是这些麻扎，就是维吾尔族中的坟墓，就是都很古老了，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标识，你也不知道哪个对应着谁，但是时间的痕迹你还能感受到。这一块全部都是，那边也是，全部都是麻扎。我们被保守的刻板印象给骗了，维吾尔族从来不保守。人们忘记了
500年前、1000年前的维吾尔族先民有多浪漫，也忘记了维吾尔族本就是一个爱情至上的融合民族啊。一路上我见到了很多新疆的年轻人，北疆吐鲁番的维吾尔族宛如高昌壁画，而南疆和田的维吾尔族则活脱脱是于田美人。刹车的维吾尔族说我长得像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库车的维吾尔族跳起秋词乐舞，仿佛是刻字儿壁画又活了过来。如果您了解过维吾尔族的历史，那么您就会知道，维吾尔族这个民族正是在16世纪的叶尔羌汗国融合形成。不论你是于田人还是秋瓷人，不论你是刹车人还是吐鲁番人，那时人们的婚嫁只听从一种语言，爱情，一如今天。所以为什么维族、汉族通婚暴增呢？或许我们应该这样说，不通婚才是异态，通婚才是常态。当突厥部落法所女的幽灵被世俗化拂去，当信息开放为新疆女性打开更大的世界，当现代化的洪流给了新疆人现代生活的可能，当维吾尔族从叶尔羌时期就存在的浪漫的爱情至上的民族性被再次激活，婚姻也就不再是一个维吾尔族一个汉族，而是一个女人一个男人。我真的太爱现在的新疆了。现在的新疆不再受限于封闭的社区，不再受限于狭隘的观念。现在的新疆男女，爱是第一语言，中文是第二语言，多好呀！我真的很希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族都可以跟随自己的内心，选择自己的爱情。愿你们都有光明的前途和美好的爱情。这小孙子的爷爷，下一个，下一个。他这个是老年人是半价啊，那么一碗面，老年人买的话就是5块钱，就等于不赚钱了都已经。但10块钱其实已经很便宜了。人血吗不？这个，对，这样就是拍自己，那这样就是健康。就是这样拍自己，然后这样点这个就拍对面，这就拍对面。好的。好的很。多少本？啊？多少钱？这个2000。2000吗？2000。贵的。这是什么呀？那做的那个套教啊？套教，头发妈妈。就是头疼的吗？治头疼的。你们这嘛认识的？把你们这嘛把你们的头发怎么办呢？头发。啊，丫头的头发吧。它是吃的吗？还是？呀，不吃。啊？不吃。就是洗的。头发哦。石榴怎么卖啊7块钱一公斤。10块钱一个是吧7块一公斤。10块钱。哦，10块钱一个。哦，谢谢。老板，粽子怎么卖啊？粽子一个3块钱，2块钱。啊，一个3块，2个5块。这里面就是糯米是吗？糯米。哦。一个红枣油。哦，一个红枣。一个红枣油，一点点的，一点点的。一个红枣一点点。啊，好，那个呢？那个是什么？这是。牛鼻豆、土豆、鸡蛋。鹰嘴豆。牛鼻豆、土豆、鸡蛋。啊。